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是宇宙给大家的特别讯息哦。好，来看一下我们第一组的验证牌哦。好，第一张牌是 Shark 鲨鱼哦。哇，这一张牌啊，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本身呢是连接到一种很冷静、很克制，甚至是有一点压抑的能量哦。你们身上带着一种防备，所以呢，不认识你们的人可能会觉得啊，你们其实是很有距离感，很难以靠近，甚至有一些冷淡。但是你们之所以会有这么重的防备心，并不是因为你的心里很冷漠，相反的，我觉得这个防备心是为了要保护你那一颗很柔软的心。你们有一双能够看穿能量流动、看穿业力运作的一个眼睛哦。你们对于环境很敏感，然后对于气场极度的警觉，所以你们在人群当中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会去观察，你们会去扫描。很多时候你并没有说话，但其实啊，你们正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扫描，看一下谁是真诚的，谁是虚伪的，谁只是戴着面具来表演。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会给人家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就是好像不笑的时候看起来就比较严肃，但这个并不是高傲，而是你在保护自己的能量场域哦。另外啊，第一组朋友，你们内心啊，其实住着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他很像是业力的审判官。对你来说啊，其实你并不相信那种圣母式的原谅，就是说啊，如果有人伤害到你，你表面上可能会为了某一些关系看起来还维持平静，或是礼貌的对他微笑，保持一个风度。
但你内心深处啊，把这个人放进了一个非常清楚的黑名单中，而且一旦这个人进入到黑名单之后，你就很少把人从黑名单中放出来，甚至你会在心里默默的想说，好，如果有一天这个人真的遇到他应该得到的一个业力的回应，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场景？你甚至呢会用一种很冷静，甚至带着一点残酷的理性去思考说，好，我要怎么可以让这个人在不弄脏我的双手，然后不违反道德底线的状况下，要如何让他去尝一尝痛苦的滋味，或是让他踢到铁板，或是宇宙究竟会怎么样子去替你处理跟替你安排呢？我觉得你们其实内心深处有一种对公平的执着，你希望看见真相，然后你更希望虚伪的人可以在真相面前无所遁形。好，那特别要注意的是，接下来1个月的时间呢，你们的直觉会准到让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宇宙会透过一些事件让你看清楚某一些人的真面目，它可能是一句话，也许是一个小动作，或者是一个不经意的反应，让你突然明白，哦，原来你当初那个觉得不对劲、怪怪的感觉是对的。所以宇宙给你的第一个提醒就是，请相信你的第一个直觉哦，这个并不是多疑，而是你灵魂的雷达正在运作。好，那听到这边呢，如果你觉得有对应到你的能量的话，请继续听下去哦。宇宙要给大家的重要的讯息来看一下。我们的第2张牌是 Fox 狐狸哦，哇，这张牌啊，其实完美接续了第1张验证牌鲨鱼的能量哦。如果说鲨鱼是代表大家的灵魂的一个真实，还有你的原则的话，我觉得狐狸代表的是你们的手段。好，这组的朋友啊，你们绝对非常的聪明，而且你们的聪明并不是那种很张扬的聪明，而是一种有策略性的智慧。我觉得你们很擅长布局，也就是说你人生的很多的事情，不管是事业、合作、感情或是人际关系哦，你其实都会在心里留一条退路，有的时候甚至是不止一条哦。你们很少会一次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出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高阶的生存智慧。因为在灵魂的能量中，这对应的是一种在黑暗中可以编织梦想的能力。所以呢，第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内心世界真的很像是一座弯弯绕绕的迷宫，很少有人能够从头到尾不迷路的走出来。只有拿到正确的通关密码的人，他才敢去进入，他才知道要怎么样子顺利的达到你的这个心房，把它解锁开门。你们心中啊有很多秘密，其实你不轻易的告诉别人，这些秘密不说出去的秘密，其实是为了守护你自己灵魂的丰盛。这组的朋友，你常常很冷静的在观察大家。你有的时候会看着某些人自以为很聪明的在说一些话，在演戏，但其实你早就已经看穿了，甚至你在心里会觉得啊，真的是有一点点在冷笑，或是觉得他这个样子真的是装模作样，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人他们的行为很像是小丑，你甚至已经在心里帮他们写好了结局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你们的洞察力。狐狸的智慧让第一组的朋友能够有一种能力，就是你不会急着出手，你会等待时机，你们会等待最精准的那个时机点。同时啊，你们也懂得去利用一些讯息差、资讯的不对称来保护自己。你们知道要怎么样在这个混乱的局势中去找到对自己一个最有利的位置。所以呢，第一组的朋友，通常你们散发出来的这种气场是很特殊的、很冷静的、很神秘的，甚至带有一点点危险的魅力哦。别人啊，其实不敢轻易的去看清你们。同时，这张牌也暗示着第一组朋友，你们未来的一个大方向。你们人生的成功啊，并不是来自于跟大家挤同一条路，你们的人生道路啊，常常是另辟蹊径，或者说走在跟别人不一样的维度上，
只要你能够持续的保持这份敏锐跟耐心，其实你不需要去跟别人争，不需要跟别人去抢，因为时间会替大家筛选机会，那些真正属于你的机遇，最后都会来到你们的面前。好，哇，我们的下一张牌是杨杜俊。哇，这张牌它其实是一张非常深层潜意识的牌，很厉害的牌哦。杨杜俊啊，它通常呢会生长在森林最深处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一点阴暗，有一些潮湿，甚至是腐朽的地方。这样子的地方，看似不起眼的地方，但是它却孕育出最珍贵的生命。这也就是第一组朋友你们灵魂力量的来源哦。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喜欢问问题，喜欢去反思，甚至对于一些权威、一些体制，你是有质疑的一些声音，或是想法，或是一些不合理的这种你看起来不合理，但是真实际还在运作的一些规则，你会去质疑。同时啊，你们也会成为灵魂层级的战士。就是说，你们不会盲目的去相信别人给你的资讯，或是盲目的去相信任何被包装的很完美拿到你手上的东西。你可能会去问说，这个是真的吗？好，这件事情背后有没有别的动机呢？有些东西别人会轻易的接受，甚至它是一个假象，但是你们会去想，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你们的内心啊，其实在最深的地方啊，是有一些有点像是秘密，或是不想要让人家看的东西。比如说呢，你真的很希望谁或者说恶人可以得到报应，这些其实并不是一个邪恶，而是一个灵魂的清理的机制。你们并没有真的想要去伤害谁，你只希望这个世界可以保持某一种平衡。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常常会在一个不违反道德底线的前提下去运用你的智慧来保护你们的领地。你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力，我觉得就是耐心。你有这个耐性，你有这个耐心。很多人呢只看见成功啊耀眼的光芒，可是这一张牌哦，它很不一样哦。这张牌它是化腐朽为养分。当别人很急着在阳光下开花的时候，你们愿意在黑暗里扎根。就是很多朋友，你们一开始啊会先选择一条最难的路，甚至是一个最黑暗，然后看起来养分最少、最艰困的成长环境。你们前期啊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把根去扎的非常非常的深。对于那些在阳光下开花成长，好像一下子就繁花茂盛的其他人来说，你们一开始可能是看起来比较辛苦，或是成长的比较慢的，但是呢，你们前面打底的工作非常的深，然后一旦属于你们的时机来到了，一旦适合的天气来到了，你们就会满山满谷的绝地大反攻。而且你们已经练就了一身好本领，你们在最艰困的环境下都可以生存，所以接下来就是你们会很快速的占领、扩张你们的地盘。你们愿意一开始的时候在黑暗里扎根，你们的人生一开始好像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这段时间很重要，你正在吸收能量。这个前尘期，这个潜伏期，它很像是被埋在土里，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它不是停滞，它只是转化之后破土而出之后，你们就会很快速的去扩张你的能量，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丰盛。而且你们一旦强盛起来、丰盛起来、繁茂起来，是没有人可以去抵挡住你们的能量，也就是说你们是没有对手的。好，下一张牌呢是我们的地球哦。这个地球啊，这张牌一出现哦，其实把整组牌啊整个都拉到一个不同的维度了，整个格局都拉高了一个维度。因为这张牌它代表的不是单单只是个人的情绪或是个人的小恩小怨，它代表的是宇宙的规律。
你们呢，很多你觉得不公平的事情、恩怨，它其实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其实是在一个更大的系统里面去运作。这张牌对应的是灵魂能量中的导航力跟共识性。比如说呢，你有时候可能只是随便的想想，觉得说好，这个人这样做，他早晚会有报应，或是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奇妙的是，很多时候事情就真的这样子去发展哦，并不是因为你存心去诅咒谁，而是你比别人更早的感知到这个业力的震动。所以你的灵魂其实很像是一个导航的系统。宇宙要给大家的提醒就是，你不需要亲自去动手，你只需要借力使力。当你已经看见规律的时候，你不需要亲自去推动它，你只需要站在自己的人生轨道。那一些违反规律的人，自然会走向他们自己选择的这个结果。那同时这张牌也暗示了第一组朋友，你们未来半年的能量格局哦，你们的视野会慢慢的变大。你会发现哦，很多曾经让你觉得困扰的人，当你站得够高的时候，这些人其实只会像尘埃一样，对你来说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影响你们的。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是友谊之歌哦。哇，这张牌是有关于频率筛选跟守护的一个能量哦。这一组朋友啊，你们的灵魂非常非常重视忠诚哦。对你来说啊，这个人如果他是对你忠诚的，你们也会给他毫无保留的一个信任。这个忠诚啊，对你来说比其他很多东西还要重要。比如说外表啊，或者说有没有钱啊，或者说其他的聪不聪明啊，这些东西在人与人的来往中，你觉得忠诚这件事情更加的重要，就是对你是不是真心的，是不是真的把你放在心上。你们的温暖也不是随便去给别人的，你的温暖它像是经过层层筛选之后留下来的。有的时候你们会有比如说自己人跟外人分得很清楚，对外人其实是很防备的，可是这个防备啊，其实是为了对自己人的保护。那些你视为这种可以付出真心、很忠诚的自己人的这些人，你们非常的重情重义，你们会非常的守护他们，你们会替他们出头。有的时候啊，甚至你会想要让某一些人好看，或是想要去就是给某一些人颜色瞧瞧，其实也是因为对方伤害了你很在乎的自己人，你很在乎的人，重要的人。所以呢，这张牌其实也在提醒你们，你们的人生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的朋友，真正重要的是只要有几个在黑暗里能够跟你并肩作战的人留在你身边就好了。接下来一段时间呢，大家的社交圈会经历一场自然的洗牌，有些人会慢慢的离开，但是不用害怕，这个是宇宙在帮大家清理频率。当空间被腾出来之后啊，真正跟你灵魂共振的人，他才会走进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哦，美丽之歌。哇，你们非常优雅的形象出现了。最后这张美丽之歌啊，其实就是整组牌最终的一个答案哦。宇宙想要告诉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你们最强大的抱负，并不是为了击败谁、打倒谁，或是跟谁纠缠不清，而是活得无比的美丽、无比的灿烂。你们并不需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满口道德教条的人，你只需要变成一个真正强大的人。当你学会把那些愤怒、那些不甘、那些阴影全部都化为你的创造力的时候，你们的能量会完完全全的不同哦。所以呢，我看见你们会用鲨鱼的原则守护你的底线，用狐狸的智慧去经营人生，用地球的视野看待这个世界。其实所有的能量结合起来啊，你们早就已经站在一个不败之地。同时，你的存在本身啊，
就是对所有的平庸、对所有的恶、对所有的不美好的东西最优雅的一个回应。因为你本身是平庸的对立面，你是恶的对立面，你们是丑恶的对立面，你们是美丽之歌。所以呢，宇宙给大家最后的提醒是，不要沉溺于恨，你的能量很珍贵，不要浪费在恨跟愤怒上，请浪费在美丽的优雅上，请沉溺于美，去打扮自己，去让身边的一切变得更加的美好，这个是属于你们的能量。当你活得越来越精彩，那些曾经的敌人，或是你觉得很生气，他曾经看不起你的那些人，他们通通只会变成背景而已。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所有的解牌啦，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已经开课咯，那很多的朋友也加入一起学习了。如果你也想要了解的话，欢迎加入我们的课程一起学习哦。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宇宙给大家的专属讯息哦。好，你们的第一张牌，这个验证牌是 Well Behold Your Largest。好，这一张牌啊，哇，金鱼优雅的浮现了。其实连接到的是你们本身非常深不可测的一个能量哦，看见你的丰盛。这个丰盛不单单指的是物质哦，而是你灵魂中其实有一种如同深海一般的生命力。我觉得你们本身带有一种原始的记忆跟智慧，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承载。这组的朋友啊，你们不需要去我觉得有些事情你们天生就会，你不需要过多的去学习，或是你只要学一下就能够上手。就像鲸鱼，它从来不用学习如何在大海中生存，因为它本来就是大海中的主人。同样的，有一些东西对你来说，是与生俱来的，就像那种强大的感知力。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天生就能够感应到集体的情绪，别人的痛苦，别人的压力，甚至有一些没有说出口的委屈哦，你往往在第一时间就接收到了。你过去习惯把这些感觉可能藏起来，甚至是怀疑自己想太多，但这张牌告诉大家，这些都不是错觉哦，因为在你的灵魂雷达中，你们就是有这样子的天赋。我看见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是属于这种比较温和，甚至你不喜欢一个比较争抢跟竞争的环境。有的时候你愿意退让，这个退让啊，并不是因为你们很弱，或者说你们没有办法去赢得一定的一个东西哦。你先退下来，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的内在空间啊，有的时候其实是很强大的，因为你的内在空间强大，你不需要透过某一种竞争来去证明你自己的价值。你们很习惯在自己的节奏里去游泳，你们有一种高阶的生命的频率，因此第二组的朋友，你可以在这个很混乱的纷乱的世界中去保有一种安静的力量。你本身就拥有巨大的丰盛，你们人生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特质，就是你连接到的是自然界中鲸鱼海洋中最大的这个生命之一。你们存在的方式是不需要去炫耀的，你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去竞争，你们的灵魂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记得真正属于你们的丰盛是什么。如果你们忘记，就是要帮你们唤醒真正属于你们的丰盛是什么。你们在某一种更大的宇宙的节奏中，你连接到的是一种对生命的包容，或是对深海的一个记忆。那这张牌也提醒大家哦，在未来的一个月，这种深海的能量会开始产生质变，也就是说，可能你停滞很久的计划，或是卡在原地的关系，会因为你内在的一种自我接纳，突然动了起来。宇宙想要提醒大家哦，请大家停止自我怀疑，当机会敲门的时候，请你大力的推开它。好，接下来会是来到一个显化的时期哦，你会发现原来很难达成的目标，其实现在只要轻轻的去摆动你的尾鳍，就能够抵达。
你们不要担心自己是承载不了这一份很盛大的丰盛，就像鲸鱼，它从来不需要怀疑海洋的深度，你们也绝对不要怀疑，第二组的朋友不要怀疑你能够去承载性欲的能力，只要你们愿意游向更深更广的水域，你就会看见自己真正的丰盛。好，这个是属于第二组朋友的一个能量哦，所以千万不要低估你的能量场，其实比自己想象的更有影响力。你的存在、你的声音、你的故事，可能都会对别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你们也会遇到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充分的去表达自己、分享自己，并且走向更大的一个舞台哦。好，我们的第二张牌是 Bird， 是鸟哦。如果说鲸鱼是大家的深度，那我觉得鸟这张牌在天空飞，它就是你们灵魂的高度哦。当你不把你自己压着太重的时候，你的灵魂就会开始飞翔。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可能你的性格当中有一种隐形的严肃感，就是你对很多事情都很认真，你希望你自己可以做得很好，不要辜负任何人。但是这种重可能是阻碍你飞翔的原因，因为你今天来到这个世界，你是来传递讯息的，就像鸟一样，你是来散播灵感的，你本质应该是透明而且是轻盈的，你们拥有很强的表达力。或许你自己现在没有察觉，但是当你放松的时候，跟别人交谈，或是当你放松的时候，随手去写下的一段话，通常呢，别人都会被你的话语或是你写下的文字去疗愈到，或是点醒到在你们放松的状态。这个就是鸟的一个频率哦，你们天生就有一种传递者的一个天职。那这张牌我觉得其实也在验证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焦虑，你可能对于现在的生活节奏呢希望觉得有想要去改变的一个冲动，或是想要去丢掉一些不属于你们的责任，因为我觉得你们内心渴望轻盈，渴望飞翔，渴望接收到来自天空的讯息，因为你们本身就是灵魂的信使，我觉得你们是很需要流动，很需要空间的。当你们不再去背那些沉重的负担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展翅高飞。鸟在自然界呢，它有一种讯息、灵感以及新的方向的象征哦。所以当大家回头过去看，可能你之前的人生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或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开始，它可能就是从一个讯息、一个建议、一个突然出现的人，或是看似一个随意的对话，或是偶然在网络上去滑到看到这个讯息，或是偶然连起了这个连结开始。好，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某一个讯息打开了，可能会影响你接下来人生很大的一个转向或是方向的事件或是关系，然后你的路就慢慢的改变了。这组的朋友你们天生就容易接收到来自天空的讯息哦。那这一张牌也代表了一个能量的周期，它正在转动。未来的1到3个月，大家的人生会出现一些新的讯号，它会让你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哦。当新的可能性出现的时候大家觉得要先飞起来，先飞起来之后再观察，看一下风往哪里吹。有些机会你不需要一开始就很完全的确定，有的时候呢，你只需要去踏出第一步，剩下的路它会慢慢的出现。当你开始放松一点，允许自己轻盈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原本很多你认为很困难的事情，或者说看起来很困难的事情，突然变得很顺。因为你们要去把一些我觉得很厚重的外衣脱掉，这样你才可以真正的轻盈的飞翔。同时要知道不要去设限自己，不要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小的框架里，你们需要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这个是属于你们灵魂的本质的特性哦。好，我们再来看到下面的牌这张牌是铃兰花铃兰花呢，这张牌就连接到大家潜意识里面最安静而且是最神秘的力量大家知道铃兰花其实它不是在烈日下去跟人家争奇斗艳的花，
它有的时候是在这种半阴影当中带着露水，然后慢慢的绽放。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对齐了大家灵魂中的一个能量哦。你们的生命节奏，它可能不是短跑型或是冲刺型，因此你常常会看着别人身边的人飞速的进步啊、升职啊、开创事业，你会觉得啊，为什么我好像比较慢，甚至有一种是不是被丢下的一个错觉。好，其实呢，这张牌铃兰哦，它在温柔的提醒你说，种子在土里默默生长的这些日子，它并不是在浪费时间，它是在进行最精密的能量的一个累积哦。你们的力量，我觉得它比较偏向是一种慢节奏的稳定性，可能你本身也不喜欢一种很就是高压竞争，或是这种很快的一个步调哦。你本身是适合用自己的步调去耕耘的，你们有一种内敛不张扬的气质。其实这个内敛不张扬的气质，正是为了要帮助大家筛选出真正能够去懂得你、珍惜你香气的人。所以大家你们并不需要变成这种野玫瑰，这种很鲜艳的一个红玫瑰，你只需要去做好你的铃兰。好，同时啊，我觉得大家你们在关系上啊，也有一种就是你自己对于关系品质的一个要求，你并不喜欢过度这种戏剧化夸张的一个关系，你也不喜欢很虚伪的一个应酬。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更渴望的是一个纯净而且深刻的连结。同时我觉得你们也会吸引到真正跟你们一样有纯净灵魂的人哦。铃兰它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花，它可能不是一眼就会被注意到的花，它不像玫瑰那么华丽，它也不会像向日葵一样哇开得这么的张扬。可是当你真正走进铃兰花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非常的耐看，久久不让人陶醉，久久不能离开。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并不是需要那种一定要站上舞台，一定要成为别人目光焦点的人，你更像是慢慢的去用你的这种柔和的气质去影响、去感染到身边的人。特别是时间久了，我觉得人们会越来越喜欢跟你连接，因为其实你的存在很稳定，你不大容易被情绪太带走，或是你不会做一些很虚情假意的事情，你比较习惯用自己的方式去慢慢的前进。那你们的这个能量啊，其实我觉得是就像酒一样，越陈越香，别人越认识你就越喜欢你。你们的生命很像是四季的循环哦，某些时候你会很安静的去累积能量，当时间到了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开花。也就是说，有些人你可能会发现，你在某一段时间整个人会突然变得不一样，好像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定，更加的有方向。看起来是突然，但其实不是突然的，而是因为你的内在的季节终于来到了开花的时候。那这张牌也在提醒大家，未来到1到3个月，一个很重要的能量是，我觉得你们会开始思考，什么才是你们真正想要过的生活。有些事情你可能会慢慢的放下，有些关系你们可能会重新的去调整距离，因为你的灵魂正在选择一个更适合你们的频率。当你们成熟之后，其实你就不会，或者说你不需要再试图变成别人，就是你不需要再试图变成别的植物，你不需要去模仿别人，你只需要安静的做自己。所以宇宙真的想要告诉大家，不要着急，你的生命本来就有属于你自己的节奏，时间到了，你会自然而然的绽放。那一些真正属于大家的机会跟关系，也会在那个时刻走进你的生命中。所以请信任自己内在的季节。接下来这半年啊，我觉得也是大家磁吸力变得非常强烈的时刻。很多过去期盼的一些完美的这种人事物啊，会因为你知道如何守护自己的频率，以及你筛选掉不适合的人，让真正适合的人来到。我看见你们变得越来越成熟。当一朵花开始成熟的时候，它不需要去追赶蜜蜂，因为蜜蜂自然而然的会被它的气味所吸引。好，你们过去累积的能量会在接下来的半年迎来一次美丽的绽放哦，非常棒的一个能量哦。
下一张牌是我们的风筝哦。好，这张牌代表的是哇，你们的灵魂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也就是高度的一个转向跟调整。风筝呢，它是这个风筝它的画面，我觉得非常的有张力，它飞得很高，但它始终有一条线是连着地的。我觉得这象征着大家现在的状态，你们渴望自由，但同时你也需要安全感。你想要突破现状，但是你又害怕失去一个稳固的支撑。所以呢，这组朋友在过去你可能经历了一段迷茫的时期，觉得说你自己好像现在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让你觉得可以持久的感到一个真正的热情。那风筝它的智慧在于，它是有点借力使力，它本身不需要去制造风，它只需要去利用风的力量，它只需要去感受风。所以呢，这张牌在说什么？很多时候你感觉到累，是因为你试图用自己的力气去飞，但大家其实你应该学会的是借力使力，因为大家你们的人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风向、新的环境，原本令你觉得压抑的环境或是卡住的方向，它其实都在逼你去飞往一个更高的地方，去达到一个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并不是失去方向，而是当你找到自己的风向之后，顺着那个力量飞得更高。当你飞得足够高的时候，原本你觉得看起来像是这种很巨大的这个大山一样的困难，现在因为你的高度够高，所以在你看起来它不过是地球上一个小小的小黑点而已。大家，你们的人生正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流动，所有卡住的事情会开始动起来，会明显的感觉到整个高度都改变了。当你开始顺着这个新的风的方向飞起来的时候，你终于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其实你们并不是没有方向的，只是你一直在等待这股真正属于你们自己的风。所以呢，好，在未来3个月到半年呢，结合了风筝跟鸟的力量我觉得你们的事业跟生活重心都会迎来一个大转向。大家不要害怕连着地的这条线，这条线不是束缚，它是你的一个根基有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放手，让自己离地远一点，你会发现其实宇宙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上升的气流。所以请留意一下这段时间一些非典型的机会，或是一些看起来跟你过去经验完全不同的提议因为它可能就是那股能够带领你翻越高峰的一个强风。所以不要太过犹豫，风来了就请勇敢的飞起来吧，因为你们的灵魂即将达到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哇，这张牌是命运开始回应大家咯。这张牌是成功之歌。成功之歌一出现代表说宇宙给第二组朋友一个最明确的肯定。这张牌串联了前面所有的能量轨迹，深海的丰盛，天空的讯息，潜意识的这个酝酿，还有高空的风向。那现在这张牌想告诉大家，你们过去一段时间的沉默、忍耐、学习，通通都没有被浪费。你们的人生会迎来一种这种延迟交付的丰硕成果，也就是说你现在即将拿到一个巨大的成果。如果你过去常常觉得说成功怎么好像总是跟我擦肩而过，或者说哇明明你做得很好，但是这个掌声没有想象中的响亮，这张牌告诉大家是因为你们现在正在酝酿了一种很大的成功，它并不是小打小闹。当这个成功之歌响起的时候，代表说你们的频率已经跟宇宙的奖赏对齐了。这个成功它除了名利上的爆发丰盛之外，它更多的是一种能够去掌握人生的笃定感，因为你不需要再去好像跟别人去解释你自己，或是跟别人一直去证明你自己，拿很多的东西来证明你自己，因为你的存在，你的成果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一些曾经付出的时间，或是曾经学习的东西，曾经经历的挫折，全部都在为现在的这一刻铺路现在宇宙正在
放大大家的努力，让微小的种子啊，通通都破土而出，而且生长得很快。所以未来3个月，请大家允许，或者说大方的去展现自己，允许自己被看见。很多选到第2组的朋友，你们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对于成功的恐惧，害怕我变得很优秀之后，可能我的朋友啊远离我，或是会招来嫉妒或是麻烦。你们明明很厉害，但有的时候却不敢说出，其实你是知道的，你其实是懂的，所以你有时候会躲在一个影子里。这张牌提醒大家，现在是你的舞台，有人会注意到你的才华，有一些长期经营的一个关系或是计划，突然会收到非常正面的一个回馈。当成功的频率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不需要过度的用力，只需要去顺应这个推力不要产生不配得感。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也不要犹豫说我到底行不行？因为你们是行的，你们是准备好的。未来3个月是大家迈向成功丰盛的最佳时机。当你愿意站在光里，你们会发现原来整个宇宙都在为第2组的朋友伴奏。好，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是灵在之歌。这张牌非常的厉害也非常的美，它传达的讯息很美。宇宙最后想告诉大家的事情除了这个成功啊、机会啊，是不是还有那种世俗上的这些金钱之外啊，他想要讲的是成为你真正的样子。这件事情很重要很多人一生都在追求某一种东西，追求名利，追求成就，追求关系，追求被爱、被认可。但是当你真正的理解自己之后，你可能会慢慢的发现一件事情很多你们想要去追求的东西，它其实会在你变成你自己之后自然而然的出现。灵在这个词它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就是你完全的活在当下，并且不再怀疑自己的存在。当你灵在的时候，你会散发出一种很稳定的能量，这个能量别人会感觉得到。第2组的朋友你们可能会在人生过去的某一个阶段，或者是现在，你曾经觉得对于生命的意义，你其实有一些就是会去思考，会去探讨，会去想说，为什么我要来到这个世界呢？究竟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啊？或是一些前世今生啊？究竟人死后会去哪里？我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或是说我到底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我有能力去做到哪些事情？可能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你们有去思考过这件事情，但是宇宙告诉你说，你的存在本身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宇宙能量的某一些循环当中有一个力量，它就是象征着单纯的存在，也就是你们的灵在的力量。这个对应到灵魂最终本我的显化，你们不需要透过外在的成就来定义自己，因为你本身的存在，你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光芒，你接下来会散发出一种不可撼动的平静感。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变成任何人，你过去所有的挣扎其实都是为了让你去明白一件事情，你本身就是这份讯息的传递者。你不需要再急着追赶目标，急着去证明自己，而是稳稳的活在每一秒的呼吸里。好，当你灵在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所有你追求的东西都在你背后跟着你。我觉得这张牌很像是一场灵魂的觉醒，大家从一个追求者，我去追求很多东西，追求我的关系、职位、爱情、钱财、社会地位、更大的房子等等的，追求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变成了创造者。当你完全的活在当下，不再怀疑自己的意义的时候，你们身上绝对是散发出一种很稳定的能量，这个能量能够去引导或是影响周遭的人。接下来的半年，你们的人生会经历一个由内而外的安定感，那一些原本让你焦虑的问题会突然淡出你的生命，或是被解决了。即使它还存在，对你来说也没有那么的重要了。
而那一些让你感觉到困扰的关系啊，也会慢慢找到一个最舒服的距离哦。所以未来接下来的这个半年啊，是你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定调时期。你会清楚的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想要什么。这个清晰感会给你带来一个巨大的显化力。你们会发现你的人生正在慢慢的展开，并不是因为你成为了谁，而是你终于开始成为自己，更好的去成为你自己。当你真正的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这种不战而胜的气场自然而然会浮现。所以呢，在半年之后，你们回过头来看现在的自己，你们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回归内心、愿意临在于当下的你自己。恭喜选到第2组的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牌卡的所有讯息啦。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目前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加入学习了。那我觉得第2组的朋友呢，你们的特质也是蛮适合去学习塔罗，因为你们天生就有很强的一个共感能力。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也欢迎参考米娅的塔罗课程哦。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1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宇宙给大家的一个专属讯息哦。好，首先呢，我们看到的牌卡验证牌哦，你们是山羊，大家知道吗？这张牌非常的特别哦，因为在萨满的智慧里面啊，山羊是唯一能够行走在天空跟大地边缘的生物哦，所以这张牌其实验证着第3组朋友身上的一个能量哦。我觉得你们天生啊就有一种开拓者的一个特质哦，你的内在本身就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推动力，你们相信自己是可以走得非常非常的高，同时啊，你也会记得站稳你脚下的土地哦。山羊啊，它生活在陡峭的山壁上，很多地方看起来甚至是人类根本不可能站立的地方哦。可是山羊却有办法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这也是第3组朋友你们很典型的一个生命的模式哦。你们慢慢的累积，然后爬到了一个别人都到不了的高度。你们的人生啊，可能不是一开始就是开局很顺，不是就是拿到最好的牌的那种。可是很多事情你都是自己慢慢的走出来的，你可能很早就开始独立，很早就开始思考未来，你很早就知道自己不能只是依靠这个环境。很多时候你做的方式，你做决定的方式其实非常的务实，你可能不像有些人那样子的冲动，你们会去进行一些思考，然后选择一条最适合你或是当下最务实的一个道路哦。那我觉得你们在这个冷静的外表底下，其实有一个很强的信念，就是你知道自己的人生不会只停留在现在这个位置，这种感觉可能很早就存在，但是你没有说出来，但你们心里绝对有一个直觉，就是你应该可以走得更远。这个就是山羊能量的核心哦。你们是攀登者，你们的灵魂来到世界并不是为了停留在安全的地方，你们会慢慢的往更高的地方走，即使这个路很陡，即使这个过程很缓慢，但是你们仍然会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所以呢，如果你们过去回过头去看，就是过去这几年几十年的人生哦，你可能会发现你现在拥有很多的能力，其实都是自己慢慢累积上来的。对别人来说，也许别人只看见你的一个成果，但是只有你心里知道这一路上你究竟走了多少路。别的人在看第3组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你们是蛮务实的，但是其实你们的务实是为了去支撑你那个我觉得有一点孤高的一个野心。你们很像是在荒原上去筑你的城堡，筑你的塔，你的每一分努力都必须自己亲手的去打磨，都必须稳稳的落地。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刚刚说过，你们有开拓者的能量，你们的人生注定是要在没有路的地方，靠着自己的意志，为你自己，为后人去踏出一条路。
那宇宙想要告诉大家哦，这个月呢，请停止向外寻求认可，回归你内在的一个权威哦。你会发现，原本让你感到压力的环境，其实是帮助你攀登的一个阶梯。请大家像山羊一样精准的踩好你的每一步，接下来你会发现，你能够站在一个俯瞰全局的新高度。当大家站上这个新高度的时候，千万不要害怕，因为你只需要像山羊一样，继续的稳稳的踏出下一步，然后继续的往上走。好，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好，接下来呢，第二张牌是蜜蜂哦。蜜蜂这张牌一出现的时候，其实宇宙非常直接的在验证一件事情哦。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的成果就像前面那张牌说的，是靠你们一点一滴去累积出来的。你们的努力让你可以活在一个你自己创造出来的甜美的人生里面。蜜蜂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象征勤奋跟创造的生命哦。它每一天飞来飞去，每一次的采集，每一次的停留，都在慢慢累积蜂蜜。这个蜂蜜它不会在一天之内出现嘛，它需要时间，需要持续的努力，也需要稳定的节奏。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可能很少去把这个辛酸辛苦的过程说出来，但是实际上你生活中真的有很多的事情是你长期的默默的不为人知的辛酸跟委屈去累积出来的。你的专业能力，你的工作成果，你的某项技能，你的人生经验，这些东西当时间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慢慢会变成一个很珍贵的资源。这张牌也让我感觉到一个能量是第三组的朋友，其实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哦，你会觉得你明明很努力，但是有的时候生活好像还没有达到你最理想的样子。你可能会想说，我已经做了那么多，为什么离我真正想要的那个丰硕的结果好像还差一些些？蜜蜂想要告诉我们哦，很多的时候蜂蜜它是在看不见的地方慢慢去形成的。很多时候呢，你的人生其实很多的东西它是在酿造的过程，所以大家你们不用担心，你们这个过程通往成功的这个路径，它其实是已经启动了，你其实已经在这条路上了。接下来1到3个月内，大家会慢慢的开始感觉到事情是有回报的，工作的肯定，新的一个收入的机会，或者说你努力很久的这个计划事情，它开始出现成果。好，当这些成果慢慢的浮现之后，你们会发现，原来你过去做的许多的事情，它并没有白费。那宇宙也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蜜蜂它很勤奋，但是它并不是每一朵花都要去采，他们会选择真正有花蜜的地方。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的人生会出现一个新的课题，就是你需要学会把时间放在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有些事情不需要你再消耗你的精力，有些关系也不需要再过度的付出。当大家把能量集中在真正重要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大家的蜂蜜会累积的更快。你们的人生呢，绝对不是只有苦没有甜，只是你人生当中的这个甜美，有时候它是需要时间去酿造出来，然后大家其实你们已经在那个过程里面了。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哇，帐篷哦，帐篷这张牌非常的特别，我觉得大家的灵魂当中有一种游牧的感觉。好，在古老的萨满文化中啊，巫师他不住在固定的食物里面，他们住在帐篷，帐篷象征着一个流动的家，代表说，你的灵魂其实拒绝被任何僵化的标签定义。你们可能经历过多次的搬迁，人生的重大洗牌，或是感情的分分合合，或是转行职涯的一个变化，
这些都不是因为你的不稳定哦，而是因为你的灵魂本来就有这种探险冒险的特质。你的人生使命就是要去探索不同的一个疆界，把不同的文化的种子带回到你们自己的心中。我觉得你们的归属感不在于土地，而在于你们的内心哦。你的人生是开拓型的。有些人呢，他的人生可能一出生就在一个很清楚的轨道上，家庭环境工作好像一切都被安排好了。可是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常常会需要自己的去探索，自己去决定。那帐篷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象征性的画面，因为它不是永久的房子，它是一个随时可以搭建也可以随时移动的一个住所。所以呢，你们的能量的周期里面呢，我觉得你们比较像是走在前面的人，改变方向的人，尝试新事物的人，甚至是第一个离开旧环境的人。你的灵魂拥有这种探索未知的一个能量，有些时候你可能突然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可能是工作改变、环境改变，或是人生的某一个方向突然的开始，那种感觉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不安，因为我们站在新的地方的时候，很难立刻去看见未来究竟会如何。但是呢，你们绝对比别人更早的接触到新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一种很特别的生命的能量。当你愿意走这新的森林的时候，后面的人才会看见路。这一张牌也提醒大家，未来1到3个月内，你们的生活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选择、新的计划、新的机会。这个选择出现的时候，它可能伴有一些未知，但是不要因为不害怕、不确定就停留在原地，因为大家你们的人生本来就不是停在一个地方的类型。很多真正属于你的机会其实是藏在那一些你还没有走过的路上，所以当新的方向出现的时候，你不需要一次就去看见整个未来，你只需要搭起你的帐篷，走到下一个地方，然后继续前进。好，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的牌。这张牌很特别哦，它是鸟巢跟鸟巢里面的蛋哦。好，这一张牌啊，代表说命运正在孵化，有一些东西其实在大家的生命中慢慢的形成哦，它代表了无限的可能性。你的生命中啊，可能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孵化的时期，这个时期啊，它具有一种很神圣的沉默感，蛋壳保护着里面正在重组的生命细胞，所以如果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最近有一种停滞感，好像什么事情都差临门一脚的话，其实呢，这是宇宙在悄悄守护大家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现实新身份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宇宙在帮助大家，当你们还在酝酿、在准备的过程，给你们一个鸟巢来保护你们，来保护这个蛋孵化。接下来呢，请大家不要急着跟世界分享你的计划，因为这个是你的命运之蛋。安静的去守望你的命运之蛋，让你的内在生命力去成熟，然后当你的内在生命力成熟之后，当时机成熟之后，这个蛋壳自然会破开，自然会美丽的绽放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请你们耐心的守候着你们的巢哦。很多重要的事情其实都有一段看不见的孕育期哦。接下来呢，在3个月之后，大家可能会慢慢的看到某些成果的第一个迹象，一个让事情开始动起来的契机，事情真的要开始了。所以呢，请不要太早怀疑你自己的努力。很多事情之所以还没有发生不是因为它们不会发生，是因为它们正在成长，就像鸟蛋一样，当时间到了，自然而然会破壳。你们的人生啊，也正在走向那个很特别的时刻哦。好，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流动之歌，哇，这一组的朋友，这张牌很厉害哦。刚刚说过你们是开创者嘛，开创者啊，你们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不用对抗阻力的阶段，就很像是大雨落入到山间，自然会汇聚成河。
过去你们可能比较习惯硬撑哦，就是你觉得用一种很坚强的方式来去对抗这个世界，但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其实很多的时候这种硬撑啊，它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内耗。那现在呢，这张牌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学会顺着水流走，不要试图推开阻挡你的石头，而是像水一样优雅的绕过它。未来3个月内会遇到一个让你事半功倍的一个转折点，它可能是一段新的关系，一个更聪明的工具。现在请大家放下你的执着，去接受这份流动，因为接下来你们的幸运是藏在这份放松当中哦。你们的人生正在进入到一个比较顺的时期，很多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的前半生啊你都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要自己去努力，自己去探索，你会觉得很少会有事情自己这样顺利发生的一个经验哦。好，但是呢，这个怎么说呢？你们人生的前期啊，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建立基础的阶段，那段时间很辛苦，是因为很多事情它还没有被串联起来。但是当这个基础完成之后，就是现在啊，你们的事情要慢慢的转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就是流动。什么是流动呢？流动就是当你的努力跟世界产生共鸣之后，事情会变得比较自然，就像河流一样。当水找到正确的方向的时候，它就会顺着地形，它不需要一直跟石头对抗。所以第三组的朋友，你们会自然而然的感觉到事情开始变顺了。有时候改变是从一个很微小的地方开始，但如果你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很多原本需要很用力的事情，现在好像不需要那么辛苦。宇宙透过这张牌给大家的提醒是，你不需要再重复那种过度努力的生活了。当事情开始流动的时候，请你顺着生命的节奏，有些事情自然而然的会找到你，有些机会自然而然的会出现。所以呢，你会真的体会到，哇，方向对的时候，一切做起来真的非常的顺利，有一种借力使力的感觉哦。好，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是力量之歌哦，它是光球的一个掌权者。好，这张牌啊，其实是宇宙给大家的一个终极认证哦。画面中啊，这个握着光球的精灵，就是大家即将成为的一个样子。这个很像是你们要去即位了，你们要去接受加冕的一个感觉。你们不再是山脚下的山羊，你们是站在山顶，掌握着大地跟天空频率的一个光的掌权者。好，我觉得你们会正式建立属于你自己的格局，它有一种大气磅礴的感觉，同时也有一种高高在上的神秘感。它可能是一种事业版图，也可能是你们内在一个坚不可摧的信念。请挺直你的脊椎，接下这份光，不要再缩小自己，因为你们已经攀登上顶峰。半年之后，大家会站在自己的领土上去俯瞰这场史诗般的一个开创之旅。你们过去啊，可能都在寻找自己的力量，有些人会把这个力量理解成权威，有些人会把力量理解成金钱，但真正的力量它其实是一种很安静的东西，它是一种当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安定感。像是这一张牌，这个精灵手中的光球就是你们内在的一个力量，你们现在在走向属于自己的一个位置，你们正在走到一个更高的位置。那一些很多你觉得曾经很遥远的事情，现在都已经在慢慢靠近了。当你经历过这一切的努力、探索、累积跟等待之后，你会开始发现，其实你自己比想象中的还要强。当你开始相信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不是只有顺流而已哦，它会开始发光。恭喜选到第3组的朋友。好，最后呢，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加入了。那里面呢，除了有塔罗牌的解析之外呢，也有显化法则的一个课程内容的安排。所以呢，很欢迎第3组的朋友一起加入这门课，给自己一个特别的礼物，一起探索塔罗牌的世界。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哦，拜拜。